要清楚的表达，必须要有正确跟清楚的思考啊，所以你要把一件事情表达得很清楚，你必须要思考也很清楚。当然，我们口头的那个说话跟书面的写字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口头的那个是立刻就要讲出来的啊，有时候必须要脑筋要更清楚，但它不一定需要那么有条理，因为它可以反复的讲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要强调，我可以讲好几次。可是写在文章里面，你不能同样事情一直讲一直写。所以写文章就必须要经过一段安排跟剪裁。叙事文学啊，这个叙事啊，叙事就是它是讲事情，它一定有事情的。所以叙事文学有几个特质，它一定有事情，所以一定有情节啊，情节就是故事的过程这样子啊。那它有人物啊，因为我们是属于不是科幻文学嘛，因为科幻文学可能就不是人呐，那人物不是人啊，它就是角色。那再来就是主题啦。就他为什么要透过这个人物来，做了这个情节，然后他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比如说他是要褒扬，比如说《荆轲传》里面他要褒扬的可能是士为知己者死，啊，也可能是有人可能会把它解为说啊要推翻暴秦，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他有一个主题，你要去找到这个主题。那他还有一个就是叙事观点，就是这个作者啊，他用什么样的观点在讲事情？但这个观点有点复杂，就是。我们通常会说啊，他是用全知观点呢，还是限制观点？全知观点就是这个作者他知道他的人物在想什么，什么都知道。那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嘛，因为你想一想，你可不可能知道你的同学或你的家，甚至你最亲的家人或者是男女朋友，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但是不太可能的，对不对？因为猜测嘛。但是小说是容许作者啊可以知道人物在想什么的小说。那历史行不行呢？历史应该是不行啊，因为写历史的那个人他又不知道，他又不是那个历史人物的什么人，或者说自己，所以历史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客观观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微妙，就是观点是可以客观，可是他写作的立场可以不客观。比如他喜欢这个人，他就把他写好一点；他不喜欢这个人，就把他写坏一点。所以这个也属于观点里面的一部分。那这些都可以思考比较，也就是说，你去比较的时候，可以从情节、人物、主题、观点4个立场去切入。等到我们上《史记》的时候，你先体会司马迁怎么写人物，然后再去看看，不一定只看燕策嘛，《战国策》里面也有很多人物嘛，啊，那司马迁的很多人物的原型啊，都是从《战国策》来的，也有写魏无忌这个人，因为是战国4公子嘛，啊，一定有。可是司马迁不知道根据什么史料，反正就是不是根据《战国策》就对了啦，啊，很多人都提出来，因为那一篇写的特别。对他特别好，对魏无忌特别好，那是司马迁很喜欢的一个人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伯夷列传》，《伯夷列传》不会在《战国策》出现，因为伯夷叔齐啊是春秋时代以前的人，他不会，他是西周的人，他不会在《战国策》出现。所以这2篇你们都可能没办法在《战国策》里面看到，可是有些人物你们会在《战国策》里面碰，就是你可以去比较他的情节有没有不一样。啊，人物当然是一样的啦。那你可以说，人物有没有不一样？说不定哪个地方比较多人，其实是有改变的，人物里面还是有改变。然后你的人物形象有没有改变？那它主题有没有改变？那刚刚我们讲观点，它可能还是客观观点，可是有没有改变？立场有没有改变？就是观点还是有牵涉到立场的问题。褒贬的立场，这个是可以试试看。我想让同学们啊去做一点文学分析的工作，就告诉你文学还是可以分析的，不是文学只会用欣赏完就完了这样子。如果你去读韩信的传，你就知道说，司马迁不写项羽本纪，项羽本纪里面不写项羽的缺点，在哪里写？在华阴侯列传里面写，在韩信的传里面啊，他把项羽啊妇人之仁的性格写出来了，那是韩信跟刘邦讲的。那韩信因为知道项羽的个性上的缺点，所以最后项羽是败在韩信的手下的。这个你就知道司马迁是怎么布局的，怎么样安排情节。他在情节里面啊，他因为他对人物的喜好，他有一部分写在哪里，有一部分写在另外一个地方啊，这就是剪裁。
这就是剪裁，就是我们有题材嘛。那你要怎么样去剪裁，才会成为一篇好的作品？你就会慢慢学到啊。比较奇诡就是奇怪诡异的事情啊。那当然，这是就我们人文来讲啊，就我们人文的精神来讲，它是奇诡的。就原始社会里面恐怕也没有什么奇诡，因为原始社会里面可能就是视为理所当然。所以我们在面对神话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点点摆脱我们平常所谓常理啊，它可能是不合常理的啊。那不合常理不一定就不是先人认为那个样子啊，因为先人认为他可能世界就是这样的看法。我这边很简单的帮各位整理了一下，神话是他的人物是具有神性啊、神格性格的人呐啊，神格性格的人啊。那么这边例子啊，我们以夸物逐日、行天征地为例，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这两个神话啊。那相对于神话降一级来啊，就是传说。传说就是它是用英雄或者是具有比较属于人跟神之间的那种性格的人呐、来作为他的角色啊。这里我们同学们很熟的，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但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本来应该也是神话，只是说后来被写成传说了啊。那么这中间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就是说我们中国里面。中国的发展很喜欢把神话写成历史，那这个当然是因为人文精神很强啊，不允许诡奇的事情出现啊，奇怪的事情他不觉得啊，这是不是人力所及啦，所以不应该发生啊。那么很喜欢把它这个变成说比较合常理这样子。好，我们现在来看人物这个神话里面只有一个人，括弧。当然你说日也是人吗？好，日我们如果也算人的话，那他就是2个人。那么很单纯，反正神话的里面的人物都很简单，其实情节也很简单啊。这说一个雏形嘛啊。好，与日逐走啊，跟太阳竞走了啊，比赛看谁走得快啊。好，那太阳到底走得快还是走得慢呢？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太阳是不走的，是我们自己在追着它走啊。那古人当然认为太阳会走，因为它会起来会下去嘛啊。好，入日啊，追到太阳里面去了。可见他不管太阳走得快走得慢，反正夸物可以跟他比就对了啦啊，那应该是走得快的啦啊。好，可欲得饮，好，追到太阳里面去，当然很热啊，因为太阳很热嘛，所以他就口渴了啊，就欲得饮，想要找水喝啦。这个欲得饮就是水喝的水的意思啊。饮以何味？这个第二个饮啊，饮以何味？饮是喝啦，在黄河渭水啊就喝起来了，何味不足？黄河渭水喝完了还不够，你说这太荒谬了吧？怎么喝呢？好。那么各位注意，神话就不要问荒不荒谬，因为神话本来就荒谬，本来就荒谬。你说这太荒谬，那你就很荒谬这样子啊，所以它本身就是荒谬的啊。所以何谓不足？饮夷大泽，北饮大泽，要到北边去把北边的大沼泽去喝啊。有人说这个大沼泽是哪里呢？哇，于是就推测说可能是什么海啊，不管它了，反正就是喝不够嘛啊。那么他要追到北边去，那到底是他追太阳一直追，可能追到南边来啊。那么所以要回到北边去喝，那表示他这个北饮大泽一定是在黄河渭水的北边嘛，没有什么问题啊。好，未至还没有到北方的大泽啊，道渴而死，在半路上啊口渴就死了。好，各位注意，如果情节到这里结束，跟后面有弃其杖化为邓林，后面多了7个字，对不对？你想有没有不一样？好，这个就是主题的不同。如果道渴而死就结束了，它的主题就是一个失败的人物追逐太阳追失败了。可是他后面弃其杖化为邓林，他在死之前啊，把他的那个登山杖啊一丢下来啊，结果就产生了一片大桃林。好，这个象征就立刻活起来了。你看，他人死了，化为邓林啊，变形的神话啊。他本身死掉了，可是他身后有一片大桃林啊。好，这个，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段文字，我们经过标点以后，你会发现它句子都很短，因为它的动作很快嘛，追太阳啊，追到了就口渴就要去喝水，喝到一半还不够，又要去喝水，然后喝到一半就死了啊，所以它动作很快，很急促啊。那再来你可以看到它的空间非常的宏大，我们会看到
神话里面基本上时间比较不能够定出来，但是它应该都会有空间。凡是叙事的文学里面一定会有空间呐，一定会在哪个地方或什么社会里面哪一个朝代。那神话因为很少有朝代的啦，没有什么朝代的啊，所以它的时间是不太能定的。那么它的情节就很简要，因为它只有夸父在追太阳，那么追到以后就口渴就喝水喝到一半，不够，然后就死了以后啊。就弃其杖化为邓林啊，好，这是一个未尽全功，但是啊功成在身后的一个神话故事。好，那这个神话故事当然就可以有很多种可以思考，就是它的主题。我们刚刚说过了，它因为有弃其杖化为邓林，所以我们不会说这是一个失败英雄的故事。它虽然失败，但是它还遗留给后世啊，一大片可以造福为后人的这个邓林啊。那邓林一般就是认为说是桃花林啊，那桃花林要注意，桃花有美的意味以外，它还会结果实，所以它是可以享受后人可以享受它的果实的啊。那么可以在这里解渴，那么他当然希望以后如果有人到这里来不会渴死啊。那这个啊，我们可以说它是庇荫后人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当然我们不会把这个主题放在第一个，我们第一个主题应该会说，它可能是企图征服大自然，因为太阳、月亮啊是人类最初面对了两个人力所不能及的啊，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它会每天升起又降下，每天升起又降下呢？而且有规律呢？那它有什么神妙呢？所以我们可能会去思考啊，要征服大自然，探索这个秘密。当然也可能是要追求光明啊，或追求永恒。追求光明，我们都知道，如果是北方神话，追求光明是合理的，因为北方很冷嘛，很冷追着太阳晒太阳也晒得很舒服嘛，这个是可能的。可是如果解为追求时间呢，或追求永恒呢？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嘛，所以有可能要追求永恒。那永恒的代表当然就是太阳，太阳都不会死嘛，而且每天都升起啊，所以就有可能是要追求永恒啊。那么这也是可以解释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神话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